凌晨3點17分，我的手機突然亮起一條門禁警報，17樓證據是已由江瑤本人開啟，可我人在家，員工正躺在我掌心。保全的電話緊跟着打進來，他的聲音壓得很低，江副總，3點12分到3點23分，走廊監控像卡住了，11分鐘裡一個人都沒拍到。我盯着手裡那張卡，沒有追問誰做的，只交代保全保留原始記錄，別碰證據室裡任何東西。門能用我的身份打開，監控又剛好失去11分鐘，這已經不是普通故障。趕到公司後，我先核對證據室封條，封條完整，櫃鎖沒有破壞，文件也沒有被翻得凌亂。越乾淨，越不像臨時起意。手機這時跳出一封排程郵件，寄件人是2週前離職的唐雨嫣。信裡只有一句話：如果他們真的動手了，別找少了什麼，先找多了什麼。我把原本的失竊清單放到一旁，改用封存索引逐份對照，沒有少掉的檔案，沒有被撕走的附件，直到森喬顧問那一冊停在我手上。那份合約比索引多了一張紙。我把前後頁碼重新對了一遍，新增頁不在原始封存記錄裡，卻被整整齊齊加進正式文件中。證據是沒少任何東西，反而多了一頁。我沒有立刻翻到最下面，只先拍下頁碼、位置和封存狀態。有人半夜冒用我的身份進來，就是為了把它留在這裡。我把那張新增頁完整攤開，日期寫在3個月前，內容是批准森喬額外顧問費，最後一欄還貼着我的掃描簽名。這一頁如果被當成真的，幾筆不尋常的付款就會變成我已經核准，而凌晨的門禁記錄還能讓人相信是我趕在簽約前回來補文件。更麻煩的是，中午就是收購簽約，簽下去之後，資料室裡的內容會成為交易依據。假頁一旦跟着封存，我之後再說它是假的，只會像是在替自己補救。我直接啟動整合負責人的風險暫停權，把簽約延到當晚6點，同時要求現有資料進入保全流程。這個決定會讓整個董事會盯上我，但我不能讓一張假紙先變成真記錄。緊急會議裡，顧清言把筆往桌上一放，江瑤，現在最糟的地方是，門禁是你的名字，文件是你的簽名。我要怎麼向董事會證明不是你自己補的？我沒有要他先相信我，不用信我，給我時間找第三方能驗證的東西。只要證據不是靠我的話成立，就夠了。他沉默幾秒，最後只說6點以前，那不是支持，只是一個期限。可對我來說，已經夠用了。9個小時換來一個機會，我必須先證明這張標着3個月前的文件，其實根本活不到3個月。我先查文件本身，假頁右下角的頁尾格式和3個月前的版本不同，那是法務部9天前才更新的新模板。我把2個版本並排放在顧清言面前。這頁可以寫3個月前的日期，但它不可能在3個月前被做出來。顧清言盯了幾秒，抬手讓人調法務列印記錄。凌晨2點51分，法務影印室出現一筆訪客列印，只印了1張，沒有員工賬號，只有時間和機器編號。他證明不了是誰，卻把假頁的制作時間拉回昨晚。孟修元很快趕到，他掃過記錄後說，門禁卡被複製，外部入侵都有可能。江副總，為了避免你被說成繼續污染證據，手機和電腦先交法務保管。我把設備放到桌上，卻沒有推給他。可以封存，但顧清言一起見證，封存記錄做2份。孟修遠看了我一眼，沒有反對。設備被收走後，我轉去查那11分鐘監控。真正的斷線通常會留下時間跳動或黑屏，可那段畫面太穩了，穩得像什麼都沒發生。走廊販賣機的交易記錄給了答案。3點18分有人付款，
可監控畫面裡販賣機螢幕上的數字，從3:12分到3:23分一次都沒變。顧清言把2個時間點圈起來，不是斷線，是舊畫面。我點頭。有人不是躲過監控，而是讓監控重複播放一段沒有人的畫面。假葉是最近做的，監控也被刻意處理過。2件事都不像隨手能完成，至少需要熟悉公司內部流程的人。線索第一次從有人冒用我往內部收縮，可制作痕跡停在法務區，真正伸手的人還沒有名字。孟修遠先把一個名字放到桌面上，唐雨嫣離職前碰過很多合約，他又提前寄那封信。你不覺得太巧嗎？這句話聽起來合理，所以我沒有替唐雨嫣辯護。我去查他離職前最後一份正式申請，結果不是下載機密資料，而是要求重新核對森喬顧問主檔。顧清言把半年付款拉出來，5筆顧問費排在熒幕上。每一筆都剛好低於董事會需要再次複核的門檻，金額不同，避開複核的方式卻一模一樣。他把游標停在審核欄，還有一件事，5筆都走同一組法務例外碼，再往右一欄，責任流程指向孟修遠。這人不能證明他做了假業。法務總監本來就可能經手例外審核。可森喬已經不再是一張突然出現的紙，而是一條持續半年的付款線。顧清言正要繼續往下查，郵件稽核結果卻先彈了出來。他的臉色當場沉下去。唐雨嫣那封排程信，你凌晨就收到了？為什麼現在我才知道？我沒有找借口，因為我怕消息再漏出去，想先自己驗。他把文件推回來。所以你要求我相信你，自己卻決定什麼能讓我知道。那句話正中問題。我的確在查別人的資訊控制，卻也在做同樣的事，只是理由比較好聽。顧清言起身前只留下一句：財務資料我會照規定保全，但從現在起，別把我當你的證據櫃。森喬的案賬剛露出形狀，我卻差點先把唯一能共同驗證他的人推走。我把唐雨嫣的郵件、自己的調查筆記和完整時間線一次整理好，直接交給顧清言。你可以從頭查，也可以推翻我的判斷。我不再留一半。他沒有說原諒，只把資料接過去。這次我先看記錄，不看你的結論，這已經是我需要的合作方式。交易暫停的消息傳出去不久，一個陌生號碼打進來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，才傳來唐雨嫣的聲音：江副總，你真的把簽約停了？我們約在公共場所見面。唐雨嫣坐下後先問了一句：我說的話，會不會又變成我違規接觸資料？我把現有保全流程說清楚，只請他講自己親手處理過的事。他說森喬有5張發票，描述幾乎一樣。他覺得不對，把疑點先報給了孟修遠，想請法務確認是不是重複請款。第二天呢？我問。唐雨嫣低頭捏着紙杯。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談話，說我處理機密資料不當，讓我簽保密協議，然後離職。他沒有拿出秘密硬碟，也沒有什麼能一次定案的文件。可他的經歷和森喬付款記錄對得上，問題早就有人提出，而且最早知道的人之一正是孟修遠。顧清言在我旁邊把時間記下來。這一次，我沒有先替任何人下結論，只讓3份不同來源的記錄互相對照。孟修遠不再只是碰巧經手法務流程的人，但距離證明他是那個伸手的人，還差一段不能靠猜的路。談到簽名時，唐雨嫣突然想起一件舊事。法務系統更新期間，曾要求保留幾名高管的舊紙本簽名，名義是做延續性備份。他當時沒有替任何人重新掃描，但法務資料庫裡本來就有早期掃描件。我立刻調出自己近年的簽署格式，和假頁上的簽名並排比對，差異很清楚。近1年我用的是電子簽署格式，
甲頁貼上的卻是2年前還在用的舊手寫簽名。那個版本正好存在法務的歷史資料裡。我把甲頁、門禁警報和封存時間排成一條線，突然明白對方真正要留下的是什麼。不是一份假合約，是一段看起來完整的過去。3個月前，我批准森喬額外顧問費，簽約前夜，我又親自進證據室把文件補進去。將來誰來追責，都會先看到一個最合理的名字：江瑤。顧清言盯着那條時間線，低聲說：“他們不是只想讓錢過去，是要先準備好出事後誰負責。”就在這時，董事會通知送到，6點前若仍沒有明確證據，將移除我的調查權，收購繼續簽。舊記錄能告訴我有人做過什麼，卻還不能把共享流程鎖到某一個人。我不能再等下一筆記錄自己出現。我需要讓真正接收情報的人在我眼前再做一次選擇。我先把一段完全不存在的情報寫下來，附上時間，發給顧清言留存。17樓消防櫃 B7後方有一份離線手寫進出簿。顧清言看完抬頭，根本沒有這本東西。我點頭，沒有。你現在先知道，就是為了證明我待會只把它說給一個人聽。我單獨找到孟修遠，把話說得像剛查到的新線索，系統記錄不可靠，但 B7後面可能還有一份離線紙本進出簿。孟修遠的表情沒有變，只回了一句：“那就先別碰。你現在最好退出現場調查，免得再被說成干預證據。”我沒有反駁，轉身離開。接下來的40分鐘，比前面所有推理都更難熬。因為這次不是找已經留下的痕跡，而是在等一個人決定要不要留下新的。40分鐘後，顧清言把熒幕轉向我。法務共享賬號剛送出一張緊急維護工單，要求外包技師檢查17樓消防櫃 B7後方的離線紙本進出記錄。那句不存在的話原封不動進了正式流程，而已經被咬住。現在只剩下看誰會照着工單走到 B7。我和顧清言沒有多說，直接往17樓去。這一次，我要守在結果出現的地方。外包技師提着工具到17樓時，我和顧清言已經在附近。他核對工單後走向 B7，蹲下開始拆後板。我在他真正拆開前叫住他：“你在找什麼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把手機上的工單遞過來，法務說後面有離線紙本進出記錄，要我緊急確認。那裡沒有任何紙本記錄，顧清言說。技師的臉一下白了，我只是照工單做，我不知道這是假的。我沒有逼他指認任何人，只請他把歷史工單原樣調出來。共享賬號能否被盜是一回事，過去做過哪些測試是另一回事。2週前的一張記錄先出現，17樓監控做過11分鐘循環畫面測試，時間長度和昨夜消失的11分鐘完全一致。再往下，另一張工單寫着高管門禁相容性測試，被複製到測試卡上的權限名稱是我的。技師連忙解釋，這些都是正式賬號下的工單，我只照要求測試，沒有人跟我說會拿來做別的事。他的反應至少和記錄一致。B7的緊急工單，11分鐘監控測試，我的門禁測試卡，全都來自同一個法務共享賬號。門禁和監控不再是2個偶然故障。顧清言把3張工單存入保全資料，我卻沒有鬆口氣。共享賬號可以被多人使用，孟修遠還有最後一個很合理的退路。我們現在證明了工具從哪裡來，下一步還得證明森喬和他本人之間不只是工作上碰巧經手。孟修遠的回應比我預想的快，共享賬號可能被盜。你抓到幾張工單，只能證明法務系統被人利用，不能證明是我。這句話沒有錯，所以我沒有跟他爭。顧清言轉回森喬最早的供應商資料，開始查每一次主檔修改。
而不是只看現在畫面上的欄位。最初版本裡，一個早已刪除的欄位跳了出來。森橋的緊急聯絡人曾經填過孟修遠本人，後來名字被拿掉，系統版本歷史卻還留着。顧清言把記錄推到我面前，這不是例外審核。供應商建檔的早期資料裡，他本人就出現過。森橋拆單、法務例外碼、舊簽名資料、共享工單，再加上主檔裡被刪掉的名字，所有線索終於有了能彼此咬合的位置。6點前的緊急董事會議開始，孟修遠先開口，將要自行設局，引導工單，已經污染調查。他不適合繼續持有調查權，交易也不能再拖。董事們沒有立刻站在任何一邊。時間、違約風險和市場壓力都是真的。如果我只是把線索一張張往桌上堆，最後輸的還是我。我把資料按時間重新排好。這場對峙不能靠誰說的更像真話，只能看哪一套說法能同時解釋所有事。孟修遠再次要求解除我的權限時，我沒有先替自己辯解。各位不用相信我，只看時間和記錄。第一章是那頁3個月前的補充授權。我把頁尾放大，他用了9天前才更新的法務模板，所以不可能在3個月前存在。第二章是凌晨2點51分的法務影印記錄，一張單頁訪客列印，時間正好落在證據室被打開之前。第3個位置，我放上甲頁簽名和自己的近年電子簽署格式。甲頁用的是我2年前的舊手寫簽名，那個掃描版本，法務歷史資料裡有。顧清言接上財務記錄。森橋五筆顧問費全部壓在董事會複核門檻以下，5筆又都走同一組法務例外碼。接着是供應商最早版主檔，被刪除的緊急聯絡人欄保留着孟修遠的名字。會議室裡第一次沒有人催我快一點。我再把3張工單排開，11分鐘監控循環測試，我的門禁權限測試卡，以及40分鐘前那張 B7 緊急工單。前2張可以說是共享賬號被濫用，我看向孟修遠，但 B7 根本沒有紙本進出部。這句假情報我先讓顧清言留時間戳，之後只單獨告訴過你。孟修遠立刻反擊，你自己設局，再把工單當證據，本身就有程序問題。這些資料應立即以法務機密封存，停止在董事會散播。我把凌晨啟動的風險暫停記錄推到長桌中央。資料可以封存，但從我按下暫停的那一刻起，法務、財務和門禁版本已同步進入外部資料保全，後續刪改都會留下差異。那不是我臨時準備的底牌，而是凌晨為了保住原始記錄付出的代價。現在，它讓所有已經存在的版本都有一個不能被悄悄改掉的時間點。董事會最後決定暫停收購簽署，孟修遠停職，森橋付款凍結，相關資料移交獨立調查。沒有人需要孟修遠自己承認，因為他的說法已經無法同時解釋這些記錄。數週後，收購案在完整合規審查後重新進入簽署流程。那次暫停沒有讓交易消失，只讓真正有問題的部分先被挖出來。唐雨嫣的離職記錄被重新審查，原本扣在他身上的機密處理不當不再被當成定論。他接受了新合規小組的職位。我沒有拿這場危機去換一個漂亮的新頭銜。我要求建立獨立風險否決權，重大交易遇到同類異常時，任何人都不能只靠速度壓過驗證。共同簽核人的名字，我填了顧清言。他看完只問，以後還打算自己葬一半嗎？我把筆推給他，你可以先查我。那張偽造的補充授權最後沒有被銷毀，而是裝進真正的證物袋。假的東西被留下，因為它已經成了案件本身的一部分。門禁記錄上，凌晨3點17分那一筆仍然寫着我的名字。時間是假的，身份也是假的，
但它再也不是我的污點。正是那個假的3點17分，逼着我把每一段說不通的記錄連起來，也讓真正的謊言再也沒有地方藏。